自阳历8月4日开始，正式进入农历7月。民间有言，7月初1鬼门开，7月14鬼乱窜。在华夏传统文化里，农历7月为鬼月。据说每年从7月初1起，阎王爷就下令打开地狱之门，让那些终年受苦受难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走出地狱，获得短期的游荡，享受人间血食，一直到7月30才关上鬼门，地府鬼魂返回阳间跟亲人团聚。也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，阴间的无主孤魂都会涌到阳间，徘徊于任何人迹可到的地方。人们认为这个月是不吉利的月份，既不嫁娶，也不搬家。为了让阴阳两界的人鬼都平安，我国自古以来便有在7月设教普渡的习俗。民间在7月鬼月的第1天、第2天、第15天和最后1天都要进行拜祭。在民间信仰当中，有非常多关于鬼月的禁忌。有人说，如果你要是不小心犯了这些禁忌的话，就有可能招惹到阿飘，搞得自己诸事不顺不说，甚至可能会引来血光之灾。民间流传的鬼月10大禁忌，看看你有没有不小心触犯到了这些禁忌。禁忌1，不要在窗边挂风铃。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一个说法是因为风铃有招魂的作用，尤其是风铃要是放在窗边，那些铃的声音就仿佛在对阿飘说欢迎来玩。而同样的道理，很多长辈其实也会说不要在身上挂铃铛。虽然不能够证明这些清脆的铃声是不是真的会引来阿飘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如果你要是自己一个人在大半夜突然听到了一个铃声，也是挺可怕的。所以为了避免吓到别人，鬼月还是不要挂铃铛或风铃铛。禁忌2，穿奇装异服，颜色亮丽的衣物。进入鬼月，按照民间的说法，衣物不能太显眼，尤其是一些奇装异服，容易招来霉运，特别像大红亦或者是鲜红，这类颜色都会引起灵界朋友的特殊关注。换个角度来理解，即使不在鬼月，穿这些衣服也都会引来其他人的关注，何况是这种特殊的月份。禁忌3，不要随便拍别人的肩膀。拍人肩膀是大忌。人身上有3把火，也称3盏灯，肩膀上有2把火，右肩膀上的那把火叫无名火，无名火照亮人的整个右身子，左肩膀上的那把火与右肩膀上的无名火对称，照亮人的左边身子，加上头上那把火，3把火将全身照亮，这就是人的阳气。一般得癔症的人都是阳气太弱，由于人受到惊吓，心气虚弱，阳气受到波动，一朝邪祟。若是以惊吓的方式拍了对方肩膀，很容易都会灭掉这3把火，就容易让阿飘趁虚而入。对被拍的人来讲，受到的伤害可不一般，尤其是在鬼月。禁忌4，避免晚上晒衣服。据传，鬼魂喜欢依附在阴凉处或物品上，
如果白天没有晒干的衣服，千万不要晚上拿出来晾，将湿衣服晾在外面，晚上比较阴凉，而刚洗好的衣服又气气的，容易吸引鬼魂依附，收拾衣物时会顺势将依附的鬼魂带进屋内。除了这个说法之外，还有人会认为阿飘会去穿那些挂在外头的衣服，因为只有世上的人是白天晒衣服，晚上是阴间的人晾衣服，所以我们不能和阴间的人争晾衣服，否则他们就会想要上去附身等等，一些阳气弱的人就会被阿飘缠上，从而导致一蹶不振。禁忌5，路上的钱不要去捡。到了鬼月，很多地方其实都是用烧钱来祭祀，这些是不能去捡的。据说这些钱都是给那些孤魂野苦买通鬼差用的，如果你无意中去捡，他们会跟着你。事实上，现在想要捡钱可不容易，大部分都是移动支付，遇到这些所谓的钱，还是不要捡得好。禁忌6，口无遮拦，乱说一通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觉得都应该要禁忌这一点。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不能乱说，尤其是那些口无遮拦的人，这一点一定是禁忌。中国有句老话叫祸从口出，现实生活中，如果你口无遮拦，大言不惭，同样会遭人嫌弃，惹来麻烦。这些禁忌很多人看来都觉得有些夸张了，事实上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。比如说不能乱说话，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要注意的。禁忌7，南墙下面不要待。在民间流传俗语，到了7月鬼门开，南墙下面不要待。那么这句话是啥意思呢？这样说还和7月是鬼月有关。到了7月，由于是鬼月，各种魂灵就会乱窜，不过他们走路和普通人不一样，他们只会直着走，不会拐弯。当他们进入人家院子的时候，就会撞在家里的迎门墙上。可以这样说，迎门墙附近都是被撞得头昏脑胀的魂灵。可以这样说，他们又恼火还生气。如果咱们人类要在迎门墙附近待着的话，他们就会拿人类出气。所以人们认为南墙也是迎门墙，附近不能待。为了辟邪，迷信的古人还会在南墙上悬挂辟邪的物品，比如说桃木，比如说钟馗像等等。这虽说有点迷信，但是也看出古人是有所敬畏的。禁忌8，不去进香和庙里拜拜。有一说法是，鬼门开后，很多鬼魂会聚集在庙宇附近，庙里附近磁场较混乱，运势较差或身体较虚弱者容易招阴。另外，不要在家里拜拜，中元普渡的时候要把供桌放在家门外，而且要连贡品都要朝外，因为我们普渡拜的是阿飘而不是神明。假如你把供桌放在家里面，容易让阿飘请到家里，成为家里面的新成员。禁忌9，晚上不乱拍照。在农历7月的晚上，不要随意乱拍照。照片可以定格当时的时空磁场，是可以捕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。
容易会拍到灵异照片，发现阿飘入境，而相传拍到阿飘入境的照片会带来厄运。禁忌时，到了7月，要注意晚上不让孩子出门。在我们这里还流传一个习俗，就是到了7月之后，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，最好晚上不要让孩子出门。为啥这样要求呢？原因就是人们认为7月是鬼月，人们认为在7月邪气横行，要是孩子晚上出门的话会比较危险。今天要用科学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，也是略微有点道理的。咱们知道，到了7月，我国各地普遍进入汛期，路上泥泞，加上坑塘的存在，所以孩子晚上出门是非常危险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到了7月之后，慢慢就要立秋，看着白天温度比较高，但是晚上温度就会下降，孩子晚上出门容易着凉。咱们古人虽说有点迷信，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2. 重要节点，尊重众生。1. 开地门。鬼月的第1天，即7月初1，是地门初开的日子。这一天鬼门初开，诸鬼因为各种特殊的感召接引，逐渐来到凡间。到了农历7月14，地府之门大开，众鬼都要离开冥界，接受考校。有主的鬼回家去，没主的就游荡人间，徘徊在各处找东西吃，因此普遍会烧纸、施食、燃灯，为亡魂照亮回归之路。2. 中元节，鬼月的第15天，即7月15，是中元节，即鬼节。按民俗应当祭祖，民间普遍要祭祖上坟烧纸，凡有新丧的人家要上新坟，而一般在地方上都要祭孤魂野鬼，所以它是以4鬼为中心的节日，系民间最大的祭祀节日之一，亦是鬼门大开的日子。这时候阴气最重，所以当晚最好不要上街。这一天的黑夜、清晨和深夜，鬼魂大聚会，阴气最盛。3. 普渡节，鬼月设有普渡节，这是各家依照前人传下来的民俗。中原的祭祀是完全出于善意，出于慈悲，因为沦为鬼道，乃因为前世犯了恶念，今世在鬼道中受难受罚，刀山火海，以赎罪愆。更有沦为恶鬼者，喉咙狭如针，一室内不能饮食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元节各地道观有放焰口道场习俗的原因。也只有焰口超度法会才能真正解救鬼道众生，其因功甚巨。另外还有些孤魂野鬼中元节无人祭祀，寂寞凄凉，所以得为人道的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冷暖，还需要发慈悲心，广生善举。如是，则善道不灭，亦可感化其属，劝其向善，早日超脱苦海。所以这并不是简单的请客吃饭，吃吃喝喝，这个很重要，决定了关键时刻或大机遇面前的灵光一刹那间。但是可惜的是，
很多人并不能理解，在普渡之后，鬼道众生则陆续各归所图，或回归冥府，或被超度轮回。一般情况下，中元节之后阴气就会大量减弱。其实遇到鬼魂时，或许我们阳气亏损，元神虚弱，身上阴气聚集，容易感召鬼魂。不过一般情况下很难见到鬼魂的真容，要么若即若离，要么有些虚无缥缈，仅有人形，有些则仅有声音，如哭声、哀怨的叹息声，或喊某某人的名字等。当然，这些属于较清楚的鬼节来临，类似的事情就越来越多。鬼节期间，每家每户都会在7月初1或之前将自家先人接回家，以酒肉美食供奉。对于先人来说，这也是一年中难得的接受香火供奉的机会。因此整个鬼月里很容易见到鬼魂等。其实除了农村，城里也容易见到。不过与乡村不同的是，城里人都住高楼，家中多不设家神坛，也不将先人请回家供奉，而是在路边烧些纸火香烛或食物给先人，并须念叨先人姓名，先人才能前来领受。鬼月在街头烧夜时，确实有很多鬼魂前来领取供奉。他们会蹲在路边，拿走后人所焚烧的纸钱、衣物，并取些供奉的糕点、食物等。不过很多时候会有无主孤魂在一旁虎视眈眈，甚至上前直接抢。因此烧夜时尽量用香火插出一个界限，将先人的包等放在圈内烧化，而将另外一些贡品和纸火放在圈外烧化，以供养无主孤魂，以免有争端发生。烧夜时尽量准备多些纸钱。所谓礼多鬼不怪，虽然一个人的成就与否多半靠自身努力，但若遇危险，还需得到先人的护佑，这点不假。鬼月期间若遇到无名发烧、鬼压身、鬼打墙等事后，除了去道观找道长做法事进行化解，还可以持诵太乙救苦天尊圣号，祈请天尊加持，助你安全地度过鬼月。3. 持诵太乙救苦天尊圣号，不可思议功德。太乙救苦天尊又称寻声救苦天尊、太乙救苦天尊、十方救苦天尊、清玄九阳上帝等号，简称救苦天尊。尊居东极妙严宫，也就是常说的东极长乐世界。道教经记载，其由清玄上帝神化而来，统御万类，誓愿救度一切众生，气化救苦天尊以度世。太乙救苦天尊同时也是地狱的最高治理者。道教中治理统治地狱，另还有紫薇大帝在幽冥化身的北阴丰都。太乙救苦天尊主救度，太乙救苦天尊可将业国与地狱业力的象征血壶化为廉耻，做下9头狮子一声吼，能够打开9幽地狱的大门，也就是地狱的最深层。传称人如遇到苦难，只心称诵太乙救苦天尊圣号，
太乙救苦天尊就会随声应化，帮助人解忧排难，化凶为吉。太乙救苦天尊可引渡受苦亡魂往生，对积德行善、小道明玄而功德圆满的人，太乙救苦天尊亦能成九世之仙域，散百宝之祥光，皆引其登天成仙。据《太乙救苦护身妙经》说，东方长乐世界有大慈仁者，太乙救苦天尊化身如恒沙树，物随生鹰，或住天宫，或降人间，或居地狱，或摄群业，或为仙童玉女，或为帝君圣人，或为天尊真人，或为金刚神王，或为魔王力士，或为天师道士，或为黄人老君，或为天衣公曹，或为男子女子，或为文武官宰，或为都大元师，或为教师禅师，或为风师雨师，神通无量，功行无穷，寻声救苦，应物随机。此生在天呼太乙福神，在世呼为大慈仁者，在地狱呼为日耀帝君，在外道舍耶呼为狮子明王，在水府呼为洞州帝君。若遇到困难，只要祈祷天尊或诵念圣号，即可解忧排难，化凶为吉，亦可功行圆满，白日升天。天尊在道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，其一般形象为头戴冕旒，身着朝服，妙道真身，紫金瑞香，端坐于七宝方千林中之九色莲花宝座，身下依九头青狮口吐焰，簇拥宝座，太乙宝告，至新归命理。清华长乐界，东极妙严宫，七宝方千林，九色莲华座，万真环拱内，百亿瑞光中，玉清临宝尊，应化玄元始，浩劫垂慈己，大清甘露门，妙道真身，紫金瑞香，随机复感，誓愿无边，大圣大慈，大悲大愿，十方化号，普度众生，意义劫中，度人无量，寻声复感。太乙救苦天尊，清玄九阳上帝，天尊天上环绕九色神光，放射万丈光芒，众多仙真、力士、金刚、神王、金童、玉女侍卫身旁，也有手持水鱼、羊脂、足蹑莲花、圆光照耀等相显现。由于他大圣大慈，大悲大愿，寻声复感，救苦救难，每月3、9日降临人间，普救众生。人类在危难之时，只要念诵天尊圣号，天尊即随声复感，前往解救。在信徒心目中也有极为深厚的信仰基础，尤其在度王斋教上，法师不论隶属于何门派，无一不祈请天尊的慈悲加持。这正是由于天尊广大久远的大愿力，发起悲心度一切不幸堕入地狱的亡魂所致。天尊久居清华长乐界，东极妙严宫，
统领清玄左辅一切真仙，掌握三界救苦之事，仙界长生，人间救苦，冥界度亡。不但能普度亡者，亦能救护生者，恩泽众生。为了普度众生，他有很多的化身，最著名的是化为十方救苦天尊。太乙救苦天尊化身无数，广救一切生灵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福生无量天尊。愿你的家人平安健康，愿你称心如意，愿众生平安吉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